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发现了试炼场的最高奖励，它居然只有一个925传奇物品的琉璃。那鉴于我们之前视频的主观情绪过于浓厚，导致了一部分朋友的观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早上呢，琉璃特地重新投了一个正常介绍的版本，希望各位可以在暗黑4的试炼场里玩得开心啊！那么这期视频呢是最后纪元 1.0 版本折磨术士的完整攻略。考虑到有的朋友是刚刚入坑最后纪元，而有的朋友已经爽刷了好几天，所以琉璃这里先放上内容的目录，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即可。折磨术士呢是最后纪元 1.0 版本新职业术士的一个法系玩法，主要是以冥府裂缝这一个技能进行输出。它是一个丢出去就可以自动追踪敌人的技能，而且在前期获取伤害加成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新人上手的玩法。在开荒阶段，我们转职解锁技能之后，大部分时间呢都只需要丢完裂隙，然后等怪物死掉过去捡装备就行了。游戏的当前版本，我们还能通过吞噬古牢或者其他召唤物来获得战斗状态下的10万甚至9万的护盾，在生存的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而与之相对的缺点就是它的打 BOSS 能力略差，因为在游戏的 1.0 版本里，大部分的 BOSS 都被加入了一个减伤的机制，具体的效果就是它挨打之后会获得减伤，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减伤拉满之前把它秒掉，你对 BOSS 的伤害就会降低到原本的1/10左右，这就导致在高腐化情况下，我们虽然还是可以轻松割草小怪和精英，但是遇见 BOSS 就只能顶着数万的盾跟它互相刮痧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冥府裂隙这个核心技能，它是我们最主要的输出技能，具体的释放形式是你按下之后拉开一条裂隙，这个裂隙会释放灵体自动追踪附近的敌人并且攻击，被这些灵体攻击的敌人会被施加一个叫折磨的状态，折磨是一个被归类为诅咒的腐化持续性伤害效果，敌人被施加折磨之后每1秒都会受到伤害，但灵体的重复命中只会刷新折磨的持续时间，不会多次造成额外的伤害。折磨是我们最为主要的输出来源，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技能的左下找到一个根据我们的面板腐化抗性提升折磨伤害的节点。中后期我们可以较为轻松的获取6到800的腐化抗性，换算一下折磨的伤害就提升了10几倍。此外，在它的隔壁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根据暴击伤害加成来征服裂缝和折磨伤害的节点，这就导致原本无法暴击的折磨也能变相享受到爆伤的加成，两者相加能提供极高的倍率增伤，让这个技能成为了我们的核心输出技能。点完它之后呢，我们就只需要去寻找各种辅助伤害和效果的节点就好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混沌破裂这个节点你加了之后，虽然会让裂缝来发射混沌剑，但也会导致灵体的数量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对群怪挂折磨的效率降低。好比是女朋友要求喝营养快线，你却给她喂了冰红茶一样，如果你要走混沌剑的输出路线，再去考虑它吧。实战中使用这个技能需要注意以下2点，一是裂缝正常情况下只能存在一条，你重复释放是会导致上一条消失的。二是裂缝作为持续伤害技能本身是存在快照机制的，我们这个玩法呢是可以从血液剥离和腰带上获得额外的点伤的，在裂缝出手的瞬间，它会记录我们角色的当前点伤，之后整个裂隙释放的折磨都是按照这个点伤来计算的，所以如果要最大化输出，我们就得先叠血液剥离或者腰带的点伤，叠满了之后再去丢裂缝，然后进入亵渎帷幕状态，享受 50% 的增伤。之后是战斗状态数万霍顿的获取机制，这主要来自亵渎帷幕这个技能的节点，它可以让我们吞噬帷幕上方的召唤物，并且根据它们的血量来获得额外的护盾。不过目前呢，帷幕吞噬召唤物返还的护盾量实际上是 40% 的召唤物生命。我们还可以给白骨诅咒点出古牢强化，它可以让我们按下诅咒之后召唤11个主牢主件，每一个古牢主件的基础血量在3000左右。之后我们在身上找1到2条的召唤物生命词缀，就可以把每一个小古牢的基础血量提升到1万以上了。通过帷幕一口气吃掉10个古牢主件，我们就能一口气获得数万的护盾了。如果你要更厚的盾，那么就堆更多的召唤物生命就好，但在目前这个版本，你堆到 400% 左右就已经很够了。如果之后呢机制修正，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来高效获得护盾，不过这样就需要把召唤物生命这个词条堆到1000左右了，换算一下就是3到4条的装备前缀。因为游戏中护盾的衰减机制是当前的护盾越多，它衰减的速度越快，所以在机制改动之后，虽然我们叠盾的速度变慢了，但是呢护盾衰减的速度也变慢了。
配合一些其他的给盾手段，我们依旧可以达成战斗状态下常驻2到3万甚至4万的护盾。而且呢，帷幕这个技能它本身是一个小无敌，配合我们前面说过的裂缝快照机制，帷幕状态反而是我们输出最高的状态，所以就算是机制修正了，这一套也是同样能玩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游戏内有一些伤害可以穿透护盾，直接扣除我们的血量。典型的呢就是朱拉和古龙的部分地板效果。所以就算你有了很厚的盾，也不要去无脑的硬吃所有技能。接下来是技能加点的推荐啊，这是琉璃目前在用的技能加点方案。首先呢是血液玻璃，这个技能的核心是右上的奥数吸收节点，它可以在技能命中之后提供额外的点伤。前期我们可以用它配合下面的切除内脏节点来开荒。转职成术士，有了冥府裂缝之后，我们再去掉这个耗蓝比较高的节点就行了。后期的21级版本的技能如下，主要的思路就是提升施法速度，还有呢找一些回蓝回盾的节点，配合魔杖，我们血液玻璃的耗蓝是0，所以可以丢它，所以我们可以不停的丢它来增伤回蓝回盾。冥府裂缝作为我们的主攻技能，衣服一般都会带一个技能等级的词缀，所以这里给了一套23级的加点方案。获取了左下2个核心的增伤节点之后，我们再去把其他的增伤拿完就 OK 了。如果你是处于开荒阶段，那么就可以先布点左上角的双倍裂缝和频率。白骨诅咒的作用除了触发古牢之外，还负责斩杀残血敌人和怪挂死亡印记减抗。点出了上面的受诅四肢之后，我们的裂缝灵体也能触发诅咒的效果。如果后续修复了帷幕的回盾，我们就可以再少加一点它，去加满下面的古牢血量了。亵渎帷幕这里主要是加满2个分支，一是右下的吞吃召唤物必须加满，二是左边的帷幕持续时间内对诅咒敌人的伤害提升。由于前面我们提过的裂缝快照机制，点了这个节点之后，帷幕状态反而才是我们输出最高的状态。配合诅咒技能刷新帷幕的冷却，中后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2到3秒冷却，持续时间却有7秒，增伤 50% 的恐怖技能。脱离它你还能带有几万的护盾。转移这里呢，我同样给出一个21级的版本，这一个技能主要是用来赶路的。不过我们这套玩法打 BOSS 比较慢，所以呢我点出了转移的 15% 斩杀。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去掉它，去点左上角的白骨护甲分支。技能加点方面可以参考这一套，4技这里呢一共点20点，解锁下面的天赋。上面的召唤物生命可以提升古牢的血量，前期开荒你还没法吃古牢的时候，可以去加下面的护盾点来提升坚韧。术士这边的天赋可以参考这一套，注意术士很多的天赋点呢都是点满3或5点来解锁特效的。如果你开荒阶段觉得自己很缺坚韧，就优先去点3点的不朽，配合我们原本要堆的腐化抗性，提供大量的护盾衰减阈值。它下面的黑暗诅咒就反过来了，本身5点是拿减伤的，但是基础有护盾恢复。而最右边的几个点里呢，死亡之誓你要在最后拿，因为它会让我们对自身施加持续性的伤害，要点它就得先解锁下面的诅咒先知，或者是技能树里早点吸血。巫妖这边呢就是早点治理早点吸血拉倒了，如果你不带龙心的话，那么吸血也不是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术士这里还有一个小天赋，效果是引导技能时增伤和减伤。我们释放亵渎帷幕的时候也是引导状态，所以你也可以点满它来最大化的输出。具体的装备词缀方面，你可以参考屏幕中的这张图，包括祝福的选择也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术士装备的整体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前缀这边就是有爆伤就一定要找爆伤，没有爆伤了再去找什么召唤生命、智力，还有法术、腐化和持续性伤害提升。智力这个属性呢，它每一点可以提升我们 4% 的技能伤害和护盾维持，还能配合天赋提供额外的魔力。有条件的话最好和琉璃一样堆到100以上，这样呢在战斗状态下蓝够用，护盾也掉得慢。后缀呢就是优先腐化抗性，然后再去找其他的抗性或者是护甲等等。后期我们条件好了，可以找几条冷却回复。我们5个技能里3个是有冷却的，鞋子和腰带出2条，收益是非常高的。召唤生命这个词缀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在2个戒指找。如果你掉了属性很好的戒指，制作完你需要的属性还有潜能残余，那么就可以用创造符文来复制一个出来自己用。这个符文同样是可以通过预言任务来获取的。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在手套或者腰带多找点召唤物生命。目前这个版本堆到 400% 左右，盾就非常厚了， bug 修正之后可能要堆到1000左右。具体的装备词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调节，如果你想要看琉璃目前的装备，在最后的过滤器环节可以看到。这里说一下中后期暗金的更换，我们最早带上的呢应该是暗金头盔换骨盔，
如果你是命运阵营，可以去接给暗金头的任务。它的翻译是有点问题，实际上是每 3% 的腐化抗性提供1点的每秒回盾，所以在我们这个玩法里，每 3% 的腐化抗性可以同时提供 4.5% 的技能增伤、1点的每秒回盾和3点的护盾阈值，是一个攻防兼具、收益极大的属性。合成的词缀推荐是诅咒点伤、召唤物生命和腐化抗性。遗物方面，在目前这个版本推荐被抹灭的4级野心，命运阵营同样可以通过暗金遗物预言刷到。它呢会在打死怪物之后随机刮出一些词条，运气够好，你在它上面可以找到很强力的组合。而且呢，它也提供了1级的全技能，让我们每个技能都有1点额外的点数。后期在护盾 bug 修正之后，应该就是带龙星了，这样子可以通过施法额外的获取护盾了。腰带方面，前期为了高阶刃可以换成这个绿色的腰带，它能提供大量的护甲和施法。中后期再换成魂火堡垒难度3以上掉落的献祭腰带，这个腰带可以在我们释放技能的时候概率点燃我们，并且根据点燃的层数来提供点伤。只有在刷到这个腰带之后，我们才会考虑把合成了爆伤的勺子作为主手武器，因为它是可以弥补勺子的点伤不足的。而勺子的加快施法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叠点燃层数，这样配合之下，我们的点伤就亏得不多了，但却依然能享受到勺子最高 48% 的独立增伤啊！当然前提是你的勺子要合成爆伤啊，没有合成的爆伤的勺子它是不如带爆伤的黄魔杖的。注意，勺子这玩意它是有2个版本的，我们正常带的是没有木柄的这个，而带木字旁的那个，就算你刷到了4孔也是不能用的，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交易价值。如果你没有勺子又想带暗金的魔杖，那么可以选择带了爆伤的玛丽娜的迷失之魂，它跟勺子就完全反过来了。虽然没有独特的加成，但是有额外的点伤，触发的咒石呢也是增加死亡之势的加成。如果你同时拥有了很不错的勺子和腰带，想要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输出的话，那么就可以试试带梅林手换精神瘟疫了。梅林手套可以把流血转化成点燃，而精神瘟疫按照这样点可以一次释放对我们自己施加5层流血，配合梅林手的转化，在数秒的时间内能直接给我们自己叠满4层的点燃。这是中文的腰带没有翻译出来的增伤上限，相当于给我们增加了240点的额外点伤。裂隙的快照机制也让我们能吃满叠层的加成，不过这样一来就没有回蓝了，所以传送呢要额外点出右边的回蓝节点，刷图的流畅度会稍微下降一些。不过因为精神瘟疫它也算诅咒，可以刷新亵渎帷幕的冷却，这一套构筑里帷幕的实际冷却可能就2到3秒，攻坚情况下会特别好用。术士的神像建议和琉璃这样，你去找1点带诅咒点伤加转移冷却的就好，其他的呢就全选择生命跟抗性，要么用它来补充自己的其他抗性，要么就是选择继续腐化抗性提升输出。实战方面呢，术士这边就真没啥好说的了，基本上就是传送跳脸、裂隙洗手，然后打血液玻璃或者精神瘟疫啊，怪被裂隙打死了，我们捡东西跑路。中间呢，规律性的丢诅咒，然后亵渎帷幕吃护盾就好了。打 BOSS 的时候操作要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就是在血液玻璃和瘟疫的点燃叠高之后，再补一次裂隙，然后鼓牢帷幕最大化输出。最后呢是过滤器的分享和使用，琉璃会把这个过滤器放到视频的简介，你下载了之后就能直接丢进文件夹里就可以用了。大部分的规则啊，琉璃这边都有贵注的，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阶段来选择就好了。我建议呢，你是命运阵营6到7级之后再去开最上面这一排后期的规则。前期开荒的时候，你可以把下面这些开荒的规则给挪到上面去，然后打勾，然后把隐藏所有崇高物品的勾给去掉。因为过滤器的生效它是从上到下的，你把它们挪上来就会优先显示这些前期可用的装备，等你到了后期再去掉它们就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准备再刷一段时间术士去玩大幽灵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